这是马上要上的改款深蓝 L07， 给你们5秒钟的时间，能看出来它有哪些变化吗？外观呢就2点变化，第一个就是它增加了智驾的小蓝灯，第二个就是它的轮毂是有新样式了。不过我们这台车的轮毂还是老款的样式。重点看这儿，它的悬架呢，这次是加上了液压减震，而且是带 FSD 的自适应减震器。这一套下来，在同级别车型当中算什么水平？基本上是沃尔沃 S60、宝马 i3 还有蔚来 ET5 才会用到的悬架配置。内饰呢也有几个升级，虽然看着区别不大，但是每一个都是升级到了体验上。首先呢，它的车机芯片是升级到了8295，之前老款的 L07它是8155的芯片，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车机从整个 UI 的界面到功能的体验以及丝滑程度跟之前的深蓝是完全不一样了。虽然没有用鸿蒙座舱，但是看起来用起来都是有点滑里滑气的。华为乾坤自驾呢，这次也会上到 ADS 4.0 SE 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对于全向的防碰撞能力以及高快自驾的丝滑程度都是有所提升的。而且对于日常使用来说 ，SE 的版本它其实已经够用了。如果你喜欢听歌，那你很可能因为下面这项升级去看这台 L07，它现在是和杜比合作联合打造了 7.3.4 的杜比全场景音效，它的车机音乐里面也是专门打造了杜比全景声专区，随便给大家放一个感受一下。最听劝的是什么？之前它的这个方向盘按钮有老款车主吐槽不太好用，那现在直接给你换成了 S09的同款。这个波轮拨起来很有质感，而且很好上手。那接下来直接开在路上给大家聊一下升级了液压减震和 FSD 的深蓝 L07，它在动态的感受上有多大的变化？之前没有开过深蓝 L07，那你开上它的第一感受一定会问它是不是台小钢炮？就这台车的底盘跟之前的深蓝完全是不一样的味道。早上的时候我问过他们的工程师，是不是找国外的团队来重新调过了？不只是增加了 FSD 和液压减震这么简单，就整个风格都不一样了，你们明白吗？但是他们的工程师给我说的是，这个底盘就是他们自己的人调出来的，就没有找国外的团队。之前很多的新势力，他们要把底盘调得好，就必然的会去找什么宝马呀、保时捷或者是一些超跑品牌的工程师来调，就这是一个捷径。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国产品牌，像深蓝这样的品牌，它在有了一些经验之后，知道用户想要什么样的底盘之后，它还是能够把底盘调出一定的水平。那说了这么多，这台改款的深蓝 L07它开起来到底是什么味道？我觉得在我开过的车型当中，它更像是介于小鹏 P7 和宝马 i3 之间的感觉。因为小鹏 P7 它刚出来的时候，它的底盘还是很运动的，只是后面变得更加的舒适了一些。但现在这台深蓝 L07，它整个底盘就是你像在这种过弯的时候，它侧向的支撑其实是很足的，加上它整个的一个转向，深蓝的转向一直做的比较小的转向比，整个操控的精准性很好。你看到我轻轻一动方向盘，车头就会有动作，那整个驾驶起来的感觉，我就会觉得，有一点像宝马的那种味道。而且它的这个方向盘也是做的比较粗的，这个跟宝马是一样的，方向盘做的比较粗，握起来也是比较有手感的。但是呢，它又是台家用轿车，所以说还是能够兼顾到家用的舒适性。就比如早上我们在城市当中，以及非铺装还有一些小飞坡的路面去试驾的时候，这台车的底盘，尤其是从车尾能够看到，它完全接得住。整个悬架拉伸之后再回弹，它没有一个多余的跳动，那跟之前来比，这个进步是肉眼可见的。不过也有一点需要习惯的，毕竟它是一台电车，不管是真纯还是纯电的版本，你都能够感受到它底盘是有一定厚度的，所以整个车的重心会不像外观看到那么低趴，重心会有一点点的高。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可以把椅子尽量的往下调，这样子你开起来就更有性能车的味道了。毕竟它也是后驱，而且是接近50D50的配比，加上它这是在电机功率上也有所提升了。纯电的最大功率是能够来到200千瓦，真纯的最大功率也是相对于之前有一些提升的。这个功率你去跟一些单电机的车型来比的话，其实还是挺猛的。好了，这就是新款深蓝 L07的初体验。你们说变化真的很大吗？它改的都是一些小的地方，但是就是让人有一种换了一台车的感觉。尤其是它整个底盘的动态表现，如果你是想要台家用轿车，但是又不想牺牲掉驾驶乐趣的，真的可以等一等它。而其他的几个变化，大家也可以看到，深蓝是真的很听劝。